美国一位女士趁着周末去郊区爬山，累了正想喘口气时，忽然看见远处钻出一个奇怪的身影。那是一个有着尖锐脑袋的生物，外表臃肿，身上的皮毛还在异常蠕动。这名女士被吓了一跳，等到定睛一看，才发现那是一只背着10多只幼崽的负鼠妈妈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负鼠一般都是夜晚才外出寻找食物，很少能在白天看见它们，更别说背着这么多孩子的负鼠妈妈了。这只负鼠妈妈背着毛茸茸的孩子们，在草丛中缓慢地前进。这些小负鼠都紧紧地趴在妈妈身上，还排列得整整齐齐。其中几只比较调皮的，差点把自己的兄弟姐妹挤下去。小负鼠马上又往上拱了拱，生怕自己掉下去。负鼠妈妈背着这么多小负鼠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走起来都有些艰难。但她没有放弃任何一只宝宝，稍微喘了口气后，又继续前进。直到小负鼠能够独立行走觅食之前，负鼠妈妈都会背着小负鼠一起行动，形影不离。也难怪负鼠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有母爱的动物。世界上大约有着60多种负鼠，大部分都分布在拉丁美洲。不同种负鼠的体型差别很大，最小的和田鼠差不多，最大的能有一只猫那么大，体重之间的差距能达到20倍。它们的外表长得很像老鼠，有着尖长的口鼻部，脸上有着长长的胡须，一根长长的尾巴，脚上还长着5个指头。但是负鼠属于负鼠目负鼠科动物，和啮齿目的老鼠半点关系也没有。它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负鼠的肚子上有着一个小小的育儿袋。负鼠是一种生殖能力十分强大的动物，与很多有袋类动物一样，雌负鼠拥有2套生殖系统。雄性的负鼠为了配合雌负鼠，把自己的生殖器也长分叉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说是当地人在发现负鼠时，只知道雄负鼠有个奇怪的生殖器，但不知道雌负鼠有2个生殖系统，怎么也想不通负鼠是怎么繁殖的。思来想去，感觉只有鼻孔比较契合。更糟糕的是，人们在夜间听到雌性负鼠打喷嚏的声音，第二天负鼠宝宝就出现在育儿袋里了。于是当时的人们一直认为负鼠是从鼻孔里出生的动物。不过实际上，这是因为刚出生的小负鼠只有几克重，还没有一只蜜蜂大，它们会本能地爬进母亲腹部的育儿袋中，而雌负鼠打喷嚏其实是在提前清理育儿袋。在科技发展后，负鼠从鼻孔出生这个传说也就消失了。负鼠的生殖能力很强，拥有2套生殖系统，每年能生育3次，但每次生下的孩子只有1/3能够存活下来。雌负鼠的妊娠期非常短，受精卵在孕育了12天后就被排出，此时的小负鼠甚至还没成型，它们必须迅速地爬进母亲的育儿袋中，不然就只能迎来死亡。这段只有8厘米的距离，对刚出生的小负鼠却是一场无比艰难的试炼。而即使进入了育儿袋，也不代表小负鼠能够活下来。雌负鼠的育儿袋里长着13个乳头，12个乳头围成一圈，中间还有1个乳头。那些最强壮的小负鼠能率先完成这段8厘米的路程，钻进育儿袋，然后找到母亲的乳头。小负鼠此时的嘴巴甚至都还没有成型，它们是没有嘴唇的。在咬住乳头后，雌负鼠的乳头会膨胀起来，和小负鼠的嘴巴无缝衔接。小负鼠甚至不需要吮吸，乳汁就会自然分泌进它们嘴里。直到第10周，小负鼠的嘴才会和乳头脱开。也就是说，一只负鼠最多喂养13只小负鼠。经历过出生时的这段生死危机以后，小负鼠的生活就要好得多了。负鼠的育儿袋十分神奇，是小负鼠最安全、最温暖的保护伞。除了遮风挡雨、提供乳汁以外，还能帮它们抵御外界伤害。即使是在雌负鼠游泳时，依然能保证袋中的小负鼠保持干燥。等到3个月后，小负鼠体毛生长完成，身体也长到育儿袋也装不下时，它们就会离开育儿袋，爬到母亲的背上继续成长。这也是它们被叫做负鼠的原因。而在它们独立后的第1年里，只有1半左右的负鼠能够成功活下来。负鼠的寿命十分短暂，在野外它们一般只能活到2到3岁，可能这也是它们进化出如此强大繁殖能力的原因吧。世界上最会装死的动物是谁？毫无疑问，北美负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它们在树上活动敏捷，便于抓握的指甲和长而灵活的尾巴，让它们能在树上如履平地。但是到了地上，它们就变得行动困难了，跑起来还带顺拐的。它们在地面上被敌人追赶时，装死就成了它们的不二选择。装死听起来很蠢，但却是许多弱小动物的生存技能，而负鼠装死的本领足以以假乱真。
它们不仅会嘴巴微张，吐出舌头，尾巴自然的卷成圈，还会做出痛苦不堪的表情，停止呼吸，同时降低心率，体温也随之下降，就好像直接被吓死了一样。即便猎食者去触摸它的身体，它也纹丝不动。对于只吃活物的猎食者，做到这步已经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。而对于那些对尸体也感兴趣的动物，负鼠还会从肛门附近的臭腺中分泌一种黄色的液体，散发出浓重的腐尸气味，让这些动物以为它已经死去好几天，高度腐败，不可进食。等到猎食者离开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后，它们才会突然一跃而起，慌忙逃走。这种精妙的骗术甚至骗过了不少人类，不少人认为它是真的被吓晕了过去。但是科学家们监测了它们的生物电流，得出结论，即使是在假死时，负鼠的大脑也一刻没有停止运作，反而还比平时工作的效率更高。显然，负鼠正在紧张地等待逃命的机会到来。除去以假乱真的装死本领，负鼠还有一项超能力——百毒不侵。他们的这项能力还要超过被毒蛇咬了只是睡一觉的平头哥蜜獾。负鼠对大部分常见毒蛇的毒素都有免疫能力，比如森林响尾蛇、食鱼腹、孟加拉眼镜蛇等，甚至还包括号称陆地最毒蛇的太攀蛇。它们的毒素对北美负鼠都不起作用，除了蛇毒，蝎子毒和蜂毒也奈何不了它。即使是有最强天然毒素的蓖麻毒素，也能被北美负鼠的血液中和。由于自身的体温较低，只有35度左右，北美负鼠也是少数不易得狂犬病的哺乳动物，而且它们也非常注重自身卫生，不仅会选择固定地方排泄，而且还会自己清理身上和环境中的皮，因此它们也不会患蜱虫带来的传染病。只不过相对于暴躁的平头哥来说，负鼠的性格温顺甚至胆小，让很多人都不太注意这些神奇的小生命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